猩猩能变美少女，飞鸟也能变美少女，蜘蛛也能变美少女。首先来自盾之勇者陈明路的飞洛啊，它最开始是一颗蛋，孵化之后就是一个肥鸟的样子，体型极其庞大。在这个世界观里，飞洛鸟应该是很常规的东西，但是那毕竟是主角抽出来的 SSR。随着剧情发展，它进化成了飞洛鸟女王啊，不愧是主角抽的卡，巨鸟直接变成活泼少女。咋说呢？是放到这2年会出现下亚表情包的那种少女，金色长发，淡蓝色长裙，尽显少女的清纯与活跃。而这里最厉害的，那莫过于为了保留作为飞洛鸟的特征而加在背后的翅膀。我勒个天使啊，这简直就是人间天使啊！哪怕是只看着例会，我都感觉被治愈到。有些时候也不是不能理解夏亚，你说是吧？而且你别看飞洛这个样子，看着细胳膊细腿的，好像没啥战斗力。可是啊，飞洛完全不是一个只会卖萌的花瓶，它是有战斗力的，不愧是主角抽出来的 SSR 啊。接着是猩猩变成人，我知道你们这段时间肯定被那个长相诡异的猩猩人给整麻了，但是放心，这完全不是那回事。莎莉亚来自进化之时，不知不觉开启胜利的人生。那这个名字都在这里了，你肯定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别看，听我说就行。咱们先过一下剧情。首先男主穿越了，然后男主获得了外挂，男主被猩猩抓去结婚了，然后在猩猩濒死的时候，主角吻了一下猩猩，猩猩活了，变成了美少女。剧情里美其名曰进化了。希望达尔的棺材板还压得住。虽然在猩猩的时候看着是狂野了点，确实有点不堪入目，这个动画的制作也是很对得起小说的剧情，但是哪怕都这样了，这美少女画的还可以嘛。你看看这美丽的红色长发，这美丽的脸蛋，这超高的数值，你看看这个好像没什么好夸的了。总之别看，哪怕你真的被女主的长相俘获了，那我给你指条明路，找到这个动画的原作小说，然后下载小说的插画。我只能说插画至少比动画画的好。第3个蜘蛛子，这个好歹算正常吧，好吧也不正常，转生成蜘蛛又怎么样？看这个动画，美少女状态那是基本上看不到的，但零星的片段还是有的，而哪怕只是零星的片段，你都能在她身上看到一种美丽的质感，纯白，纯粹的白色，行走在战场上就像幻觉一样。且不说战斗力有多强，就这个外表有一说一，实在美的离谱。也就是动画组没那么偏心啊，可能也是没什么经费吧。要我是导演，高低多给几个镜头来展示这份美貌。而且讲道理，作为动画组，要么不做这些剧情，不然我人设图都画了，还不狠狠展示这份美好，岂不是浪费了这图了？最后啊，那必须是鬼女红叶了。恐龙变美少女了解一下。都说 F9 玩家喜好非常奇怪，在我看到大伙好像对于红叶有一种迷之执着之后，我也认同这种说法了。更何况还有后来的烟雾镜，哪怕是英灵，还是一头能变成美少女的恐龙，这岂不是2个愿望一次满足？这可比那个奇趣蛋有性价比多了吧？说实话，这类角色并不少，更多的还是有一个奇奇怪怪的本体，或者直接是半人半魔物的状态，很多都没有像龙女仆里托尔那样从龙变成龙女仆那么严格的从另一个物种变成美少女的历程，所以我都没有写进来。就比如 Overload 里的夏提亚，本体是个可爱的七塞曼，你还知道什么本体和长相差距巨大的美少女吗？不管是动漫还是游戏，反正只要是美少女就行，在评论区里发一发吧。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